不会，我完全不想吃就是这个表情，我看着它我都没有想吃。我来到我人生体脂最低21，体重最低51。尽管你们今天说啊，荣轩你很瘦啊，我都觉得你们只是场面话，你们在客套。其实我知道我不好，我没有办法真的认知到我的优点，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一直在告诉自己要正念饮食，然后到隔天又是满满的罪恶感。其实吃它只是一个行为嘛，那如果我们只是要去压制这个行为，终究是会压不住的。所以在无形之中，其实我一直以来都累积这么多的压力，然后导致我很不喜欢我自己。我就觉得它就是不好啊，它就是高油、高盐、高糖的组合，怎么会好呢？但是现在我就会觉得，我需要这个食物的时候，它就是好的。你现在听到的是故事的一小段，如果想要听到完整的内容的话，请点右上方的连结。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女人聊心事，我是文心医师。那镜头前的你呢，还有我诊间的很多个案我都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为了瘦达到某个目标，那我们会非常自律、严格的，然后达到那个体脂很低或是很瘦的状态。但是往往有一些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但是我还是想吃甜食，就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一直挣扎跟拉扯，好像走不出这个黑洞。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他就真实的经历过这一段拉扯的过程。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任荣轩。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荣轩。嗨，荣轩好。医生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体脂来到最低状态的时候？记得。先讲那个时候达到这么低体脂的状态是什么好了，心情回忆一下。来到初日大概半年的时间，然后靠着医生、营养师的配合，然后我自己的努力，我来到我人生体脂最低21，体重最低51。哇，我穿什么衣服都好看，我身材怎么可以瘦成这个样子？我就是一个骨感美女。而且自信心爆棚，有没有？对，我没有想到，原来我人生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体脂体重，就觉得哇，自己很漂亮。我真的也完全勾起我第一次看到你来诊间的回忆。我就坐在诊间，然后我看到你这样走进来，我心里想说，这么美，这么漂亮，这么瘦，他要干嘛？我内心的 OS 是这样。然后当然你就跟我说啊，其实你一直在体重的这个困扰啊，然后不知道怎么往下减啊等等之类的。我当下还是觉得说我应该不需要减肥吧，好，不过我们还是先做了一些检查，确认身体的状态。我们都有点意外的是说报告看起来是有些红字的。那我们就想说 OK， 那我们来以调整健康为目标，重新认识饮食啦，你的饮食习惯啦等等的看看哪些可以有帮助的。那我觉得超出我预期的是，我本来只是想说 OK，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瘦一点也就不错了，重点是健康嘛。可是你每次回来我看那个 InBody， 我说怎么可以瘦得这么好？我说你有吃东西吗？然后你说有啊，我都吃得很营养很开心啊。可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是蚂蚁人吗？我想说那你会不会想要再去吃那些比如说面包啦甜食？然后你记得你都跟我说什么？不会，我完全不想吃。就是这个表情，我看着它我都没有想吃，我就这样子盯着它看，我都觉得我没有想吃啊，我不需要。就是那个自信的眼神，然后有一点像是说我已经脱离蚂蚁人了，然后这个饮食法让我觉得就是我很 OK， 然后我不太需要这些食物。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有点像是一个看着小孩的一个妈妈，然后但其实我在背后看，我会觉得说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但是我如果现在叫他不要做，他一定听不进去。那我还不如就是持续的看着他，然后如果中间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就要及时的停损跟提醒。果然呢，在我这样子小心翼翼的观察你的状况之下，好像就来到了一个点，发现说你跟食物的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些觉得怪怪的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没错，就是到了这个人生体脂体重新低之后呢，开始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出现了。我开始想吃甜食，想吃还不够。以前过去还没开始进入减脂体课程的我，一颗凤梨酥我就觉得好满足了。来到这个阶段，我就觉得反正我都这么瘦了，我可以吃，就吃吧，我值得，我可以。好，我就吃了1颗，不够，那不然再吃第2颗，吃完
还想再吃第3颗。哇，吃3颗会不会太夸张了？但其实我还是有点想吃第4颗内心戏好多。对，但是我最后阻止了自己，因为我觉得太夸张了，我怎么可能一次吃4颗凤梨酥？可是我知道我心里面是没有满足的，我其实大概1整颗我都可以吃完。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哇，我怎么了？我怎么会开始想吃零食？而且我是停不下来的，不像以前可以很容易获得满足了，就觉得哇，怎么办？开始感受到身体的失控。那你记得那时候我还有营养师跟你说什么吗？你们跟我说，我们来学正念饮食，我们不要给食物贴标签，食物没有好跟坏，就是你想吃你要吃就去吃，你不要太担心，就去吃吧。我说医生不行，我怕胖，我怕复胖，因为过去我有太多次的经验，最后就是复胖，所以这次我就觉得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方式，对我来说很健康减脂的方式，我觉得我这次找对了，我不要再复胖，我真的是太害怕了，所以我就一直跟医生说，我没办法，我就是会有罪恶感。然后他们就一直跟我说，正念饮食，你就看这个食物，给自己一点时间，你是不是真的想吃？如果真的想，你就去吃吧。好啦，我就照着医生营养师的建议，我就看着这个凤梨酥，我真的想吃吗？好，我真的想吃，我就去吃，我就照着他们说的正念饮食，我就来吃了。就吃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哇，真的获得很大的满足。隔天早上起来，我为什么要吃那颗凤梨酥？隔天早上起来就是罪恶感又来了，为什么昨天为什么就不要吃不就好了？为什么我要吃下那颗呢？所以我就一直在告诉自己要正念饮食，然后到隔天又是满满的罪恶感，就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一直绕，所以我就反弹回去了。然后反弹回去之后，我又变得很不开心。然后这时候邓医师就给了我一个新的建议，就是其实在饮食上面的知识，甚至各种的观念，其实我都有了，我都建立了。我觉得也许现在可以试试看，是不是心理师可以提供你另外一层面的帮助。也因此我就踏上了这个心理治疗的过程。而且我那时候跟你讲的时候，我其实本来想说你可能会拒绝我，或是再想想看，因为我过去的经验都是，当我跟个案谈到这个时候，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是比较回避跟逃避的，因为就会觉得说我有病到那个程度嘛，就是会觉得说我是要很病得很严重才要去看心理咨商。但因为其实通常我都会先跟就是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吃它只是一个行为嘛，那如果我们只是要去压制这个行为，终究是会压不住的，因为它背后一定有一个造成这个行为的动机啦、渴望啦，或是隐藏的一个原因。但如果我们不去把它找出来的话，我们就会永远又是用吃去处理那个背后的东西。但也真的是因为你这么开放哦，所以真的才开始找到了一些在这个过程中觉得可以去着力的点。我觉得这不信任就是从我刚刚讲的，因为太害怕复胖了，所以就会觉得哇，我这次好不容易达到这样子的境界，我真的不想要胖回去。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恐惧，就让我一直陷入在一个范围里面走不出去。我举例，那时候我体重从51一路慢慢到53的时候，心理师跟我说，也许你的 range 可以放宽一点，你不要只是在51到53之间，你可以放宽到可能57、58。我说不可以，57、58太多了，我不要。然后医生就说，你就是要让自己多一点弹性。然后那时候就一路这样子，你都知道了，但是你就觉得好像哪一方面就是做不到，然后就慢慢又到55、56的时候，就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担心，然后就跟心理师说，我知道你跟我说放宽标准，但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快要到那个极限了。他说你真的不要一直被这个数字给局限，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会有一天就回应你，就是我满足了。你之所以现在一直会想要吃，会有这个欲望，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让身体得到满足。然后就觉得，那我身体什么时候会满足？我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满足啊。所以其实那时候有一点打结，尽管我去找了心理师，我还是有打结，因为我还没有办法真的过心理那一关。我那段期间就是每天一早起来就是先量体重，只要是0点几的差距，我都觉得哇，心情受影响，世界要崩坏了。对，今天多0.2，一定是昨天那颗凤梨酥，就是会有这种指责自己，或是昨天没运动，对之类的。或者昨天水喝不够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会用这种方式来指责自己，然后很在意那0点几的差距。有一天很特别，我去打皮克球，我的球友看到我，他就说：“荣轩你很瘦你40几公斤。”我看着他，我说：“40几？哥，我55公斤不可能。”
你看起来就算50，顶多是50，然后我就觉得，对啊，我到底在意那个55.1、55.3，我在意什么？别人看起来我40几公斤我一直在意人家对我觉得我胖，或者是觉得我瘦什么的这种，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就当别人说你40几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差距大到我到底在介意什么？瞬间从体重机上被释放。我整个听起来割救了你，但这一切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水到渠成，就是说，因为当然我们都知道心理咨商也不是说我跟你讲个1次2次，然后你马上就可以 get 到那个东西，然后就过了嘛。有时候是我们听，一直接收，慢慢的练习，但可能会在某一个自然而然的蹦出一些某些事件或是某些话，让你真的把前面讲的东西原来是这个意思。没错，因为其实不是只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讲过这样子的话，你已经很瘦了，你看起来就没有这个体重，但是你以前就是听不进去，就突然在那一瞬间你就突然听进去了。然后那天呢，我就是回到家洗完澡后照着镜子看着自己的身材，我就觉得我好满意我现在的样子。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我就觉得我到底在意什么？其实我现在身材很好，我很喜欢啊。我就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自己这么好的样貌，尽管我不是我当初追求的那个体脂21、体重51的状态，可是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55公斤的我也很喜欢啊。我觉得我很满意，所以就在隔一次的回诊，我就跟邓医师分享了这件事情。我就说，就很谢谢医生，我觉得我现在很满意我自己。我又起鸡皮疙瘩。我也是。当然，因为我就是当事人，然后但是现在再重新再听你讲一次。对，因为那天你来，然后当然我看了一下 InBody， 对啊，确实就不是之前体脂21的。然后我还正想着说，要怎么样跟你讨论你的想法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我现在会觉得我是很喜欢我自己的。然后你好像还没怎样，可是你先感动了，我就觉得说。哇！因为从第一次看到你，我就不断每次都在中间想说，什么时候这么漂亮的人，他可以跟我说，哇，我终于知道原来我是很美的，我不用去很 care 外界的评价或是标准，一定要多少公斤，我已经看到我最真实自己好看的样子。然后结果我就等到你自己跟我说，然后我就忍不住跟你说，我可以抱你一下吗？然后我就也很感动，对，因为就觉得真的我有喜欢我自己了。因为之前一直觉得不够好，其实很多时候是外界的眼光。因为尤其像我的工作，我在荧光幕前面，大家对于美、对于瘦的标准又更严格，所以当自己一直达不到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就会想要迎合这个社会。所以在无形之中，其实我一直以来都累积这么多的压力，然后导致我很不喜欢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胖。我如果可以瘦一点就好，然后就从后面捏自己的肥肉，然后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哇，该有多好啊什么的，就是很不满意身材。尽管你们今天说柔萱你很瘦啊，我都觉得你们只是场面话，你们在客套。其实我知道我不好，我没有办法真的认知到我的优点，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我好奇，就是你说你看到镜子里面自己啊，是不是曾经这个 moment， 你看了镜子觉得说不舍得自己曾经这么讨厌自己的身体？其实有一点感觉，就是我以前看着镜子，我不喜欢我的身材，我不喜欢我这边的肥肉，其实我是不喜欢我自己。所以当那天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其实是因为我喜欢我自己了，所以我看我什么都顺眼了。所以我有点好奇，我们节目一开场的时候，你说体脂21的自己我很开心，跟现在的这种开心，你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觉得体脂21那个时候，我的开心是来自于我照着医生营养师给我的方法去做，然后我遵守，我很自律，我很控制，然后我达到我人生从未有过的这种状态，我的满意，我的成就感带给我开心。但我觉得现在我55公斤，体脂大概24、25、23、25之间徘徊，我觉得我的开心是来自于我很自由。我在食物上面，我在生活上面，我找到了一种弹性，然后就觉得很轻松、很自在。真的，而且我刚刚听到的重点，我觉得
这个背后最大的关键应该是说，我不再用体重的数字去定义好或是美，其实我们就自由了。对，还有食物没有给它好坏标签。对，以前不懂，你们讲的时候我都不懂，我就觉得它就是不好啊，它就是高油、高盐、高糖的组合，怎么会好呢？但是现在我就会觉得，我需要这个食物的时候，它就是好的。没错，这个观念真是太棒了。而且我发现很多人会这样子我明明很想吃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因为它不健康，所以我就吃了一堆好健康的食物，然后好不容易真的接触到它的时候，狂吃暴吃。但是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大家在那个状态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不一定听得进去。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心理师真的帮助蛮大的。等一下在聊心理师怎么帮助你之前呢，就请荣轩先帮我们闻一下这3支精油的味道。因为我觉得精油在我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可以透过嗅觉去直接把它的化学分子带到我们的中枢神经里面。我们有时候可以透过这件事情去看身体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喜欢这个，我现在最有感觉的这个。我这样讲好了，这个让我舒服到我觉得我要睡觉了。这个呢，让我觉得我想要，就是我没那么舒服。好，这样讲，你没那么喜欢。这个是让我觉得很舒服，但是又给我一点刺激，然后让我觉得好像有想要往前冲的一种感觉。好妙哦！你第一个会让你放松到想睡觉的这支啊，是真正薰衣草精油。这大家应该都听过，就是它是放松舒眠，跟你现在如果常有些思虑太多，都是薰衣草。这个东西的话，你说你就是不是那么喜欢嘛，对不对？好，就不要揭晓它是什么了。好了，好，对，这一次我个人超级喜欢的，但是从来没有来宾抽到过这一次。真的是什么？它是广藿香，它在生理上也都跟化解湿气是有相关的，还有心理的那种纠结、盘根错杂的这种执着。这支也非常有用，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它的是一种扎根的感觉，就是会把我好像定锚，不会浮浮的。所以当我们从体内的基底有一个上上有升的力量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会觉得我会有 power 想要去前进。但那个 power 并不是说乱冲乱冲耶大家来哦，不是，是因为很有底气跟根基，所以可以踩得很稳。你知道最近我的心理课程就进入到这个阶段，就是我处理完我的情绪、我的个性、我的一些东西之后，最近走入的阶段就是希望可以从底气找到自己的能量。我真的又起鸡皮疙瘩了，我们没有蕊过、所以你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哦。就是找到一种力量，然后很扎根的力量，然后从脚底这样子站起来的感觉。我在发抖。在这个过程中，你有发现说，比如说情绪上面，或者是自信上面，心理师还带给你什么帮助吗？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对我来说最有帮助的就是认识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以前常常会觉得很烦，然后什么都不想做，其实就是因为我没有去认识我的情绪，没有去认识我现在经历了什么状况。然后那时候心理师给我一个比喻，他说你想象一下自己在一个绒绒游乐园，你是在天空中往下看，然后里面有很多个小人在跑来跑去，它分别代表着快乐、伤心、难过、沮丧等等等的一些小人。但是你是从上帝视角在看待这些情绪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脱离这些情绪、跳脱这些情绪、驾驭在这些情绪之上的这种感觉。就是开始会去分辨这些情绪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我不会觉得很烦了，因为我知道我在面对什么。然后我就发现我变成情绪比较稳定，我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话，我就很容易就真的吗？或者是对你说的对，然后就很难过。没有，因为我会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状态，我不会被你影响。然后另一个没有自信的部分，也是我在探索心理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收获。回看到我小时候，就是我很常被否定。我不是要说我的爸妈不好，只是他们以前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会造成我的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但举例，我爸爸以前就很喜欢把我跟我的好朋友做比较，就说你看人家都已经考上高中了，你现在还要考第2次啊，你看人家怎么样怎么样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很容易会去否定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的好，
但我觉得心理师说的很好，他说没错，小时候爸妈或者是你的学校的过程、成长的过程会建立一些信念系统，没错。可是你现在大了，你已经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力，自己去选择你要什么样子的信念系统。你是可以用新的信念系统去覆盖掉这些爸妈带给你让你觉得不快乐，会让你觉得有点受伤，或者是有点不自信的这些东西，你是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产生新的信念系统的。所以在这个过程，我觉得我并没有说我现在就会了，我学会了。我觉得这里时不时还是会有这些不信任，或者是有这些否定自己的东西跑出来，只是我会更知道，更能辨别说 OK 这个东西跑出来了，我现在不要，我要用什么方式去让自己舒服，让自己好过。其实你刚刚讲的每句话我都好想要插嘴，我都好想要回应你，但我真的很想我觉得你讲的好棒，我好想听你分享完。像比如说情绪真的很有感觉，这个也是我这几年学到，就是情绪真的没有好坏。就是我们以前常会被教导，就是说不要生气，生气不好，生气会破坏和谐。但其实生气它只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身体在对某些事情感受到了紧张，或是他必须要做防御，但是怎么去表达生气，这才是我们要学的。其实心理师有叫我做一个很有趣的练习，就是他叫我去跟人家吵架。什么意思？他叫我去跟人家吵架，会上新闻呢？不行不行。其实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我会选择压抑。比如说我会觉得人跟人之间要和谐，就是不要吵架，就要避免冲突。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什么举动，或你有说了什么话，其实我觉得有点受伤的时候，我会吞下去，我就觉得说 OK 好，为了不要冲突，我不要讲出我想讲的话。但是它终究是藏不住的，所以就会有压力，然后有压力我就会想要找出口。那这些出口如果不是对着你吵架，不是对你骂的时候，我可能会找什么我的 comfort food。所以那时候就是在想，为什么我会这么想要吃甜食？为什么也许它就是我的其中一个出口。心理师除了让我去学着跟人家骂人之外，他也希望我可以多找一些不同的出口。其实就是说，把我们真正的声音表达出来啦。我想先问一个，你会不会有点后悔？就是说，现在也不是在你的最低体重啊，就是我是说这段过程或是饮食控制，你会觉得说这样真的太限制了，所以早知道不要去。就曾经会有这样的声音吗？完全没有。医生、营养师从来没有给我任何限制，你们给我的是很好的方法，很健康、很正确的方法，而且你们给我的是很多的温柔跟很大的宽容。其实从头到尾对自己严格都是我自己，其实你们都是给我很大很大的包容跟很大很大的鼓励，让我一直有信心跟有能力的不停地在往前走，所以我完全不后悔这趟旅程。当然也因为我给自己的这些严格的这种要求，然后苛责自己，所以后来我踏上了另外一段旅程。我没有想到自己会从我要来减肥，然后到现在我要来训练自己心理的力量。所以我不但在身体上面我找到了健康的方式，然后喜欢上自己的身体，我也在心理层面上面爱上了我自己，然后接受了我自己的现在的状态，然后慢慢的去学习跟成长。所以我觉得这段旅程是完全超乎我想象，我真的很开心，然后也很感动自己在这个1年多的时间里面经历了这么多。我也好感动哦。对，我觉得很谢谢医生，然后谢谢诊所的所有人给我提供的帮助。你如果看到你当初的这个任柔萱的话，你觉得你会跟他说什么？我就说你就去经历吧，你总得经历过，你才会有感受到成长这件事情。真的，如果我没有经历，就像你们那时候看着我，你就去吃吧，没有用，因为我没有真的经历这一招之后，我根本听不懂你们说的，你就去吃吧，放松一点，不能理解。我觉得就真的很像妈妈跟小孩啦。真的，对啊，就是有时候如果我们看青少年的小孩，然后他就是要这样子啊，好吧，那你就去闯吧。我的角色，我就是我陪伴你。在这条路上，当然有些观念跟大原则，譬如说营养的一些概念什么什么，你当然都先去学习。你不可能说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然后我就随便吃，好，这也是不健康。可是当你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接下来要练习的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更相信自己，然后跟自己的身体合作，那个才真的叫做倾听自己的声音，然后才会达到像你这样子真的是比较舒服的状态。因为希望真的是大家透过这个节目可以更照顾自己。那我们也想要听听来宾目前对你来讲，你的养心秘诀有哪些呢？
我真的真心觉得，尤其是现代人呢，真的很适合找一个心理师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心理师他不是你的亲朋好友，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你无话不谈的那个，你不用担心他会用什么眼光看你，你不用担心你讲出这句话他会不会用世人的什么批评来 judge 你，你完全不用在意这些，你可以毫无保留的去敞开心的跟他分享所有的事情，他会帮助你慢慢破碎的心慢慢的建立回来，然后找到那个你爱自己的那个样貌。经过这趟旅程，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当然，我觉得还是很看缘分，也许你不会一下子就碰到很适合或者是很聊得来。其实说实话，我刚开始跟心理师聊的前2堂课，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真的就是有点不清楚。但是就是我有这个目标，我有这个方向，我希望把自己修理好的时候，我就去相信他可以对我的帮助，然后就是很坦诚的跟他分享所有我的状况。结果确实我获得了是很意外的收获。哇，真的谢谢，非常同意。就是身体生病就知道找医生，但心里有不舒服的时候，为什么不找心理专业的人员来保养呢？哇，今天真的很开心，荣轩跟我们这么多的分享。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一个初日的解答之书，然后我会借由翻阅解答之书，然后来对应看看我们今天讲的主题，那以及这句话是否可以带给我们的观众，然后会有一些收获，这样子。好，解答之书每次都给我一些真的是很实际的建议耶。他说该去重训了，你的肌肉比你的烦恼还值得担心。意思是说不要再 focus 在你的体重了，我们重点是要强壮。刚刚讲到那个锻炼肌肉啊，我就突然很有感觉，就我们锻炼肌肉是想着是身体的这些肌肉给我们力量的嘛，但我刚刚就突然觉得其实心里面的肌肉也是靠锻炼来的。讲得非常有道理。其实我们在训练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更有弹性，然后更有力量，所以不只是训练这边的肌肉，确实该训练一下心里的肌肉。太同意了。对啊，哇，感动。然后我常在诊间跟尤其是女性个案沟通的时候，我会发现到大家真的很脆弱，很怕自己不够漂亮不够瘦，然后就失去了什么，或是达不到自己想要的幸福。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透过体重或是外貌或是外在的标准来获得的，它其实常常都是我们内在自己长出的那个力量。所以非常谢谢荣轩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然后也谢谢观众朋友。借由荣轩的分享啊，我只是希望看这一集的你们，可不可以多给自己一个温柔的理由，让自己有时候停顿一下，不要一直冲，想一想自己真正的目标是什么，自己真的在意的那个价值是什么。今天也许就是一个开始，然后让你更加的认识自己，获得更完整更真实更勇敢的自己。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在下面跟我们留言分享你的想法，那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女人聊心事下次再见咯，拜拜拜拜。